很多人都不会调冰箱上边这个温度，如果调错了，冰箱容易结冰，耗电量增加，还会减少冰箱的使用寿命。上面的数字是从0到7，一共7个温度调节单位。0档是停机，也就是停止制冷；1档是最弱的，制冷效果最差；7档是最强的，制冷效果最好。那么对于这个调节旋钮，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怎么调节呢？这个就需要对于不同的季节对温度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夏天的时候温度高，冰箱的内部温度就会受到影响。正确的调节温度可以节省用电量，还可以有效的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所以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调节旋钮把它调到2到3档即可。如果调到3格以上，冰箱压缩机就会频繁启动，这样不仅耗电量增加，而且还会缩短冰箱的使用寿命。而春秋季节温度适中，只需要调到3、4档即可。到了冬天以后温度呢比较低，如果冰箱还是处于3档以下，冰箱内部的温度就会和家里的室温相接近，那么冰箱的压缩机就会减少启动，这样冷冻室的温度就达不到零下18摄氏度，这样一来食物就容易变质。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温度调节到5到6档即可。调节冰箱温度的原理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调节，尽量减少室内温度与冰箱内部的温差，让冰箱压缩机减少负荷工作，这样一来省电又节能，也不会减少冰箱的使用寿命，反而还可以有效的增加冰箱的使用寿命。调节方法呢，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夏天天气热，冰箱的温度就要调到最高，也就是2到3档。春秋温度适中，冰箱的温度就要调到3到4档。冬天比较冷，冰箱的温度也相对要调得更低，也就是5到6档。冬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室内的温度和冰箱冷冻室的温度相差太小的时候，冰箱是不会工作的。所以在冰箱冷藏室如果有这种开关的情况下呢，要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开关呢，它是一个温度补偿开关，如果不打开呢，冰箱它是不会启动不会工作的。平时使用冰箱除了调节温度以外，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定时清理冷藏室和冷冻室的冰霜，挂霜太厚会产生很大的热阻，影响冷热交换，导致冰箱制冷效果差，耗电量增多。第二，食物存放不要过多，方便冷气对流，保持冰箱温度均衡。第三，减少开冰箱门的次数和开门时间。以上几点大家都记住了吗？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我们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地上有一叠钱，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开心？建议大家不要去捡这个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看了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这是我朋友的一个亲身经历。现在咱们都是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了，就不用担心出门忘记带钱或者丢钱了。无论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也不用准备零钱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看到有一些这样的零钱或者100元大钞，相信每个人都会很开心的把它给捡起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一种骗局，相信有很多人都吃过这样的亏。骗子经常会挑一些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地方，比如一些菜市场、公园等等，或者是一些没有监控的偏僻的地方下手。他们故意把一些零钱或者100元大钞丢在这些地方，接着他们就会在附近去徘徊，去蹲守，去暗中观察，等着有路人来捡这个钱的时候，如果正好是你捡了这个钱，骗子就会立马出现，说这个钱是他自己掉的，刚要准备回来找，就看到你捡了这个钱，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钱拿走数一遍，数完以后就会跟你说钱少了，肯定会污蔑你，说你拿走了几张钞票。接下来还会有几个同伙走过来，说亲眼看到了你捡到这个钱。这个时候就算我们说没有拿这个钱的话，也是百口难辩了，因为这里没有监控，而且目击证人都是和他是一伙的，根本也说不清，我们就会自认倒霉。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上当受骗了，本来是捡钱的好事，反倒成了赔钱的龌龊事。所以我朋友给我说，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去捡这个钱。还有就是在马路的十字路口或者是在草丛中，会有一些折成三角形的钱，这种钱一般情况都是给家里的人消灾丢出去的钱，
而捡到这种钱呢，很多老年人都觉得不吉利，所以也是不能捡的。这个就是我朋友的一个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感谢观看。很多人用手电钻给不锈钢上面打孔的时候，一个孔没有打透，就把钻头给烧糊了，烧报废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像这种不锈钢也是很轻松的用这种普通的钻头给它打透。首先我们看啊，像这种不锈钢，它的材质比较硬，很多人打孔的时候都是直接上面往上钻，感觉这个电钻速度越快，他自己认为啊，就打孔的速度越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来看这手电钻，你看给它打开后转速非常快。打孔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先把这个钻头啊放在不锈钢上面，然后呢往下按，然后你看啊，用最快的速度钻不锈钢，感觉钻的速度越快，打孔速度就越快。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钻了半天，你看上面呢只钻了一个小白点，根本没有钻下去。如果就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就这样钻，就会把这个钻头这个头啊给它烧糊，然后呢这个孔也没有打透。其实这种打不透不锈钢的根本原因啊，就是手法不对。正确的操作钻不锈钢的手法呢，就是我们看像这个手电钻都是有一个特殊功能啊，就是你看速度可以慢，速度可以快。我们看这样速度慢了是吧？然后这样速度就快了。当我们给一些软的材质打孔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快速的速度。如果给不锈钢打孔，它的材质比较硬，我们打孔的时候就要你看，首先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钻头使劲往下按，然后呢，打孔的时候也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快慢档的这个功能。我们来看，这样转快一下停一下，快一下停一下，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打透。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来看啊。就这样，使劲往下按，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用这个不动的钻头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不锈钢打透。我们来看，转了没几下，你看很多的铁屑都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接着再转个2、3下就可以把它给钻透。我们来看，你看铁屑下来的很快，怎么样呢？几下就把这个不锈钢钻透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它的正确钻不锈钢的方法。用这方法呢，一口气钻好几个孔，它也没问题。今天才发现，原来在电饭锅里面放一个铁块，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呢，其实非常的实用。首先我们看像这个电饭锅中间这个是磁缸，我们把这个磁缸给它用这个铁块把它压住，就这样压住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通上电源。打开电饭锅上面这个开关，如果这个铁块不压入它的情况下，这个电饭锅里边这个发热盘它是不会加热的。你看我们给它通上电以后，打开开关，上面这个发热盘立马就热了。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像家里的 LED 灯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我们来看像这些小灯珠坏掉以后，我们用电烙铁根本是没有办法更换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灯板给它拆下来，用这电饭锅就可以快速的修好家里坏掉的 LED 灯。拆下来灯板以后，我们把这个灯板给它放在加热盘上面，放完以后，然后我们来看，用个螺丝刀把这个灯板给它压住，不要让它来回跑。仔细观察一下上面小灯珠，看一下灯珠两侧这个焊锡有没有融化。等会儿大概2分钟，这个焊锡融化了以后，我们用个镊子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拿下来。好，现在看这个温度差不多了，我们试一下。你看这个小灯珠这样一拿就掉了，然后呢把这电饭锅电源线给它拔掉。其实拔掉以后，这个发热盘上面还有余温的。你看这个小灯珠也可以把它给拿下来。你看用这个方法呢，换小灯珠是非常的简单又非常的好用。其实呢，它要比电烙铁更加的方便，更加好用。修LED灯，你看就这么简单，非常的实用啊。怎么样呢？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找一个好的灯珠，把这2个给它换上去，就可以把灯给修好。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啊。家里的不锈钢盆上面呢有砂眼漏水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修复方法，
把它修好以后啊，不仅非常的耐高温，而且啊，它永远也不会再漏水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像买一个这样的盆呢，几十块钱一个，如果坏了就扔，这样呢还是比较浪费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首先呢，我们需要的东西呢，就是找一条电线，然后呢，前面给它剥掉外皮。找着电线的时候要找一个硬电线，而且呢，这个线呢需要用铜的，用这种硬铜线，因为这种硬铜线啊，它比较耐腐蚀、耐氧化啊，不要用铝线，因为铝线啊比较容易腐蚀。首先呢，就是用剪刀啊，把前面给它剪个尖儿，然后呢，把它插到这个坏掉的这个漏洞里面啊，就是这个沙眼里面，给它捅进去。如果沙眼比较小的情况下呢，需要找个钉子啊，给它再稍微扩一下，给它稍微扩大一点，就这样把它塞进去。往来看，塞进去以后，然后呢，用个片头钳子把这边给它剪断，就这么长就可以了。看，稍微往外突出一点，然后这里边呢也是有一点尖儿。接下来呢，找个东西啊，垫到这个下边，垫住它，然后呢，用个锤子给它撒一下。这边砸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呢，给这边再砸一下，两面呢都要给它砸一下。好，我们来看，砸好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呢，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呢，给这个沙眼这边呢穿个铜丝啊，两边给它铆一下，这样铆完以后，非常的耐用。它也非常的耐高温无论在这个电磁炉上啊，或者在火上用，它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铜丝呢，它也不容易出现氧化腐蚀。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啊！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网线，千万不要扔掉，也不要当做废品给卖掉。其实呢，它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实用，有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些网线呢，都是一些剪下来的一些剩下的料头，比较短。但是呢，如果把它扔掉或者卖废品的话，就非常可惜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啊。首先，你看啊，这一节网线，一般用的时候呢，就用2条。我们可以把这一条啊，从中间给它先剪下来，剪开以后呢，然后给它拨出线头。这个功能呢，其实啊，一般每个家庭都能用得到。拨开线头以后，你看这个网线啊，里面都是有8条线的。先把中间这个给它剪掉，然后呢，用打火机把这8条网线给它烤一下，让它露出里边的铜丝。先把外边这个皮给它烤掉。我们看烤完以后呢，你看这个里边是纯铜的网线，而且呢，这个线径还是比较粗的啊，都是一些红铜的。这个铜啊是比较好用的啊。把这几条都给它剥出外皮。好，等我们剥出来以后呢，我们啊把这8条网线都给它拧在一起，用钳子拧一下，给它拧牢固了。拧完以后啊，你看这个线径还是比较粗的啊。其实呢，它可以相当于啊1.5平方的铜线。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就可以啊，你看，像家里面可以接个插头，接个插排，我们用它就可以当做电源线来使用，非常很不错的啊。如果扔掉就比较可惜了。有些人说这个东西啊不耐用，比较危险，其实呢一点也不危险啊，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用它做一条火线，然后呢用这一条做一个零线，我们2条分开来使用，就会更加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把其他的2个头都给它一样拨出里边的铜丝，线头都拨好以后，然后呢把头啊给它剪齐，因为它拧的时候它有点不齐。接下来呢就把它拧在插头上面，给它固定起来。其实像这种当做1.5平方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单独去买1.5平方的硬铜线，价格也不便宜啊。好，就这样接好以后，然后呢把这个插头给它拧起来，
然后呢，另外一头也是一样，把它先剪齐。这边我们把它接在插排上面，这头接插排或者是接灯口使用都是没问题的。拧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呢？效果非常好啊！这就是废旧网线它的一个特殊功能啊。在我们不使用角膜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是把这个电源线直接缠在手柄上面了，这样呢非常的不美观，而且呢就是出门也不好携带。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收纳电源线的一个方法。收纳好以后呢非常的美观，而且呢出门也很容易携带，无论是出门还是在家挂起来都非常的好用。这个方法，首先呢像家里的你看角膜机或者手电钻都可以用这种方法。首先呢，我们操作的时候，先把这线给它先弄开，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也非常的实用。首先呢，收纳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线这样先打一个圈儿，然后呢，这个手抓住这条线，抓住以后，然后呢，把这电源线这样一圈一圈的给它缠在这个手柄上面。我们来看，这样收纳好以后，非常的美观。你看啊，就这样一圈挨一圈的给它缠起来。我们看，缠完以后，然后剩下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这个环里面。这样弄好以后，接下来呢，把这条线给它拉紧，给它收紧。我们看，收紧以后，我们看，就这样，出门的时候呢，携带的时候直接提起来这儿就可以走了。怎么样呢？你看。就可以提着走是吧？如果在家不用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边挂在墙上也是可以的。怎么样呢？这样收纳好的线非常的美观，而且呢也很容易携带。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我们共同一起讨论学习一下。电视机开机黑屏自己怎么修？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像这种电视开机黑屏，大部分都是背光灯条坏了。自己换个灯条呢，其实买来也非常便宜，10几块钱一对儿。如果让维修师傅给你换上灯条，最少200多块钱，这还是小电视。如果大电视换一对灯条，有可能得4、500、5、600。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电视换灯条的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看这台电视机，通上电后是红色指示灯，当开机后变成蓝色指示灯。蓝色指示灯就说明电视机已经开了，但是呢是黑屏。我们可以用个手电筒来照一下屏幕，仔细来看。这屏幕上是有字的，是吧？有字呢，就说明这个显示屏没有任何问题，电视机已经开机了，但是呢就是黑屏。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背光灯条坏掉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更换灯条的一个方法，需要的工具很简单，就一把螺丝刀就可以了。首先呢，先把电视机后壳这个盖子给它拆开，然后再把电视侧面的螺丝给它都拧下来。接下来呢，把下边这个边框拆下来，然后呢，把显示屏上面这个排线给它拽掉。接下来呢，把电视机反过来，再把屏幕周围这个边框，找个撬棒或者是刀片之类的东西把它给撬下来。拆完壳以后呢，然后徒手小心翼翼的把这个屏找个角的位置，这样把它扣起来就行了。小屏小电视拆屏还是比较简单的，就这样，看到没有？拿掉以后就拆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边条拿下来。接下来呢，下面就是导光板了。把导光板再拿开以后，上面这个白色的是背光纸，先把这个背光纸给它撕下来。下边就是灯条，就可以把灯条拆来了。你看这些就是灯条。我们把这2条旧灯条给它拆下来，然后换上这2个新的。你看这个灯条都是在这儿卡着呢，也不用电烙铁，也不需要用专业的工具，就可以把这个灯条拆下来。你看这个灯线就是个插头，在上面插着，我给拿下来。这一条拿下来以后，把这个新的给它就这样安回去就行。还是按照原来这个卡扣卡上就行。卡上以后，这个插头一插就可以了。剩下这一条也是一样，先接来了胶布，然后把插头拔下来，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灯条拿下来了，然后把这个新的再给它扣上，就这样灯条就换好了。然后呢，把其他的所有配件怎么再拆下来的，再怎么的装回去。开机来看一下电视机背光灯有没有正常。我们来看，开机后背光灯一切正常了，是吧？就这么简单，这个电视机就修好了。家里的电风扇坏了以后，千万不要扔掉，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小发电机给它拆下来。这是一个摇头电机，它不仅可以摇头，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它还可以发电。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呢它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实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先把这个小发电机上面这2条螺丝我们给它拆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把这个电机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来看，就这2条线这是一个同步电机，它不仅可以通上电后可以旋转，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发电的功能。我们先给它接上2条线，就是接2个电源线，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电机的功能看一下它转不转。我们在这个轴上面先粘了个胶带，这样呢看得更清晰。然后呢插上电以后，我们来看这电机就可以转了，是吧？你看是这个方向转的，转的就说明它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看这个转速非常慢，摇头电机都是这样的，转速慢它是正常的。然后呢我们拔掉这个电源，接下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它发电的功能发电的功能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看我们把这2条线在这儿呢给它接个灯泡来测试一下，能不能把这灯泡给它点亮。如果能点亮灯泡，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发电的功能就更加使用的场景就更加多了。我们看就这样接好以后，然后呢把这个胶布给它撕掉。你看这个发电机这儿有个孔，是不是？我们可以穿个铁丝或者穿个螺丝刀把它穿进去。然后呢我们来看旋转它，给它起到一个发电的作用。我们来看旋转，你看这个灯泡一旋转它就亮了，是不是？你看一转就亮了，亮呢就说明它是可以正常发电的。我们看就这个同步电机什么都没有接，只接着灯泡，这样一旋转它就可以发电。当我这儿一停，你看它就不亮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同步电机，其实它还有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当做发电机来使用。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把这个灯泡换成一个插座，当出门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给手机来充电，其实很不错如果家里有报废的电风扇，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摇头电机给它拆下来，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好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来看一下家里的空调上面这个铜管断掉了，天气非常热，空调不能用了。如果找维修师傅给我们来焊这个铜管，最少要200块钱。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接的话，没有专业工具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个打火机就可以把它给接起来。这个方法接好以后非常的耐用，而且呢操作也非常简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铜管给它先弄开，弄开了以后，然后呢用个砂纸先给这一块给它打磨一下，因为这一块比较脏，上面有一些氧化，把这个头给它打磨一下，打磨干净。打磨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用个割刀把这管给它前边这节扁的部分给它割掉，这一点我们就不要它了。我们来看，用割刀，如果没有割刀，用个钢锯条也是可以把它给剪断的。我们看把这边剪好以后，然后呢这边也一样，就这样弄好以后，然后呢用个扩口工具把这头给它扩一下。没有这种专业的扩口工具呢，其实就用一个尖嘴钳子也可以，把它捅在这管里面，给它扩一下口，先扩一个喇叭口出来。就这样扩好口以后，然后呢把这边给它打磨一下，接下来呢把它就这样对接在一起。对接好以后，然后呢找个东西给它垫起来。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垫起来。我们找一个防风打火机给这边给它烤一下，烤热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焊锡丝就可以把它焊上去。这个焊锡丝是多功能焊锡丝，像不锈钢啦、铜、铁、铝都可以用它来焊。我们来看，
先把它加热，等热了以后，这个焊一丝啊放上就可以融化，给它焊在一起。我们来看，融化了是不是？温度还是有点低，接着再给它烤一下。我们看上边已经焊上了，然后呢再焊这边，这边焊完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管给它旋转一下，再焊下这一面。温度上来了以后，我们看往上一放就可以了。焊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无论怎么掰怎么折，它也不会断，非常牢固啊。像家里焊一些不锈钢、铜铁铝，其实呢都可以用着焊一丝把它焊起来。方法呢就是这么简单，轻松省下200块钱维修费。今天才发现，原来钥匙断到锁芯里面了，我们用一支笔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取出来。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实用，无论是家里的抽屉锁，还是门锁，或者是挂锁，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但这个钥匙啊，你看断到锁芯里面后呢，因为这个断的比较相里是吧，是个凹下去的，根本啊也不往外突出。我们如果用镊子或者用针往外拨的时候呢，根本啊你看也拨不出来，用镊子呢也夹不住，也夹不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支笔就行了。这个方法呢操作简单又好用。首先呢，我们来看，像家里这种报废的笔啊，都是比较常见的，是吧？我们首先找一支就这样的塑料笔，然后呢用个打火机，我们给它烤一下。先把这头找个头的地方啊，给它烤一下。我们来看，先把它就这样烤，先把它点着，点着了以后，我们接着看，已经着了是吧？我们让它先着一会儿，让它充分的先燃烧一下，让它把这个塑料完全融化。我们看，先让它着一会儿，着成这样子之后，然后呢，我们把它塞到锁芯上面。塞上以后，我们抓住不要动，让它先冷却一下。一定要让它完全冷却。好，现在我们看已经粘上了，是不是可以松手了？松手呢，它也不掉。用这个方法取钥匙的原理呢，就是啊，钥匙断了以后，这个断的这个面是粗糙的，我们通过用打火机把这个塑料烤融化了以后，把它插在这个上面，它就可以很好的粘在钥匙这个侧面，因为侧面啊它是粗糙的，粘的会非常的牢固。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啊，已经完全都冷却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笔给它拔出来，拔的时候呢，一定要迅速啊，不要慢了。我们来看，就这样迅速，你看见没？把它就带出来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断的钥匙粘住以后，还是非常牢固的。我们看，再放进去，然后再拔出来，它也是没问题的。家里取断掉的钥匙，其实呢就用这个笔就可以了。方法呢简单又实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荣日达的电磁炉，客户说是在使用的时候听到里边啪的一声就不通电了。像这种情况啊，一般的都是保险和 IGBT 烧坏了。我们拆开来检查一下。打开以后，我们首先检查这个保险，保险是已经开路了，烧断了这个。然后我们再检查这个 IGBT， 这 IGBT 已经烧坏了。现在我们把这个板子卸下来，看一下这个反面有没有问题。检查这个反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看一下这些这个电容啊，或者是康通丝有没有开焊。这个是并没有开焊。我们先把 IGBT 给它拆下来，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别的元件，比如这个桥锥啦，还有这个18伏稳压管啦，这些拆下来 IGBT 以后，我们再测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这儿不短路了，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整流桥，看这个整流桥也坏了，我们把这个整流桥也拆下来，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主板，看看还短路不。现在已经不短路了。电磁炉 IGBT 一般是不容易烧坏的，它烧坏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主板，看一下这个18伏稳压管有没有问题。18伏稳压管就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角是连接这个 IGBT 的，
这个红色的玻璃管，它就是18伏稳压管。我们测量一下，看它有没有短路，并没有击穿短路。像这种情况，一般它都不会坏。这些大电容我也检查了，它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把这2个3极管给它换掉。这2个3极管，它的型号是 S8050，一个是 S8550，它们2个出现问题后也会烧 IGBT。现在保险还有这个对管，然后还有这2个大件都换好了。现在我们给它充上电来试一下。指示灯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开机，水已经烧好了。这个维修方法非常简单。好了，视频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电子秤，它这个问题啊就是不能开机了。我们开机来看一下，看开机以后没有任何反应。客户说有时候啊开机以后过个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更长的时候，它能自己开，有时候就不能开。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看到底是哪儿问题。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是控制面板，然后这边和这两边它是显示屏，中间这个是控制板，然后这个就是电瓶，中间这一块它是压力传感器，就是重力传感器。电子秤不开机，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开关。这个开关因为是经常使用，它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如果有温表的朋友们，可以用温表来测量一下，在打开的状态看一下这2个角导通不导通。如果不导通，就是这个开关坏了。如果没有温表的朋友们，也可以用个金属东西，比如镊子了，或者一些铁丝，就是铁的东西，短接一下这2个线头。看一下能不能开机，如果短接好以后能开机，就证明它坏了。我们现在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来看一下，开机了是吧？松手然后就关了。它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坏了，我们给它换一个新开关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旧开关先给它去下来，这个开关一边是有一个卡子，这样扣住以后往下一按，这个开关就掉了。我们把这个新的装上去，开关换好以后，我们开机来看一下，没问题了是吧？已经可以正常开机。它的问题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小开关坏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